我今年36岁了，没有结过婚，没有生过孩子，现在还是单身。我特别想告诉年轻的女孩子啊，有合适的婚咱就结，千万不要听那些什么投资自己啊，你若盛开蝴蝶自来那种屁话。我在28岁的时候去读了3年的硕士研究生，有能力自己赚钱，有能力自己买房。但是现在如果我想找一个稍微看起来像点样的男人结婚的话，大概率要准备好给别人养孩子了。就不是说完全嫁不出去，但是你的可选范围真的非常非常的小，就只能是找那些完全娶不到媳妇儿的啦，或者是人家离异啊有孩子的。我现在33岁了，之前因为失败的感情躺平了好几年，等到30岁相亲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很难遇到正常的男生了。我遇到过第一次见面就说要把我包回家的馅饼男，还遇到过说不喜欢太保守的女生的咖啡男，但是最多的是连见面机会都没有的男生，因为他们听到30岁拔腿就跑。就算偶尔遇到个正常男生，他或者他的家庭也看不上我。我觉得就这样吧，反正都已经33岁了。89年的，今年36岁了，是别人眼里的大龄剩女。这几年看到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结婚了，而我还是一个人。说不羡慕、不后悔、不焦虑，都是假的。我单身到这个年龄，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我比较晚熟，在20多岁的时候，我不想早结婚。有的人晚婚过得很好，有的人早婚过得很好，有的人不管晚婚还是早婚过得都不好。我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一种，不管是哪种，现在的我都已经过了最佳结婚的年龄。我这个年龄想找个合适的人特别不容易，条件好的不会找我这个年纪的，条件不好的我又看不上。其实还是挺难的。现在好多女的都看不上男人，她月入妇产前，如果说你身价过亿，她刚开始会感恩你，你只要跟她在一起1个月、2个月，她就开始不感恩你了，她就会觉得是她自己的本事，她就会觉得你傻。现在的女孩子根本就很难跟男人好好的相处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变了，而且对女人吹捧很厉害。现在单身大龄的基本上都这样，他们根本不会感恩，基本上很难与人相处好。以前的男朋友谈得多，懂得多，跟后面的人在一起全都是算计，而且姿态也很高，就是说年龄越大，姿态越高，全都是算计。他跟你在一起全都是算计你有多少身价，你有多少钱，他说的好听的话都是为了兑换你的钱，兑换你的好处，嘴巴上说的话都是假话，说感恩的话都是假话，说爱你的话也都是假话。而且年龄越大越难相处，美颜一开谁都不爱，跟你在一起1天2天就开始撂挑子，而且也不会听你的话，你越是对他好，他就开始报警撕逼了，他就专门搞这些东西来折磨你。为什么现在的上海男生都不追女生了呢？一真心不被珍惜，主动变成了卑微的代名词，深情的人反倒成了舔狗，一见钟情呢都是见色起意，而日久生情呢也成了别有用心，讲道理就是 PUA， 谈未来就是画大饼。以前那些敢于追求的人，那些为爱冲锋的勇士，最后的结果都往往令人唏嘘啊！屏幕前的你们说是不是呢？如果要打仗，男人们请靠后，让你们的女人去上战场，他1分钱不挣，在家指手画脚，趾高气昂，他能统领3军，他能让一个家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战火纷飞，让你的丈母娘和她的闺蜜跟他一起去做他的军师，在他的背后出谋划策，他们诡计多端，他们能言善战，他们能用阴谋诡计理解你们的夫妻感情，直到把你的家庭搞散。最后让2婚的女人去上战场，她们的身体是铜墙铁壁，尤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更是百战百胜。现在很多女性结婚啊，既想要东方的彩礼3金，又想要西方的钻戒求婚，既想要宾客满座大摆宴席，又想要浪漫文艺的旅行婚礼，既想做当代女性经济独立吧，又想要南方的防护地气，既想要伟大母亲的高尚赞誉，又要拒绝成为生育工具。你既要同工同酬男女平等，又不要脏活累活的一个特殊待遇。你既要又要还想要，那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你都得不到。
为什么没有年轻的男孩子愿意陪着我这个老女人一起吃苦的呀？都好物质好现实哦，听我没钱长得还丑就不愿意陪我吃苦了，想找一个年轻的小哥哥陪我一起吃苦，帮我分担房租，分担我的生活费，还能哄我开心。未来的公公婆婆他的兄弟姐妹还能帮我一把，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陪我一起吃苦？我都知道自己又老又丑，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钱吗？就想找一个贤夫，扶我凌云志，我还贤夫万两金。都这么物质这么现实，1.8米大腹肌的帅哥真太物质了，就喜欢富婆。女人至死是少女知道吗？我妻女人穷，等我有钱了我看都看不上你，我找18的不好吗？你青春就值几年呀？等你这个1.8米的大帅哥老了，我看谁要你？男人值钱的就这么几年，一个锅配一个盖，你以为那些富婆是真的爱你？不就图你身体好吗？你还不趁年轻赶紧把我娶上门，扶我青云志，我还你万两金。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找对象不让图钱呢？男的找对象你不也是图人家什么吗？你图人家情绪价值，你图人家样貌，图人家身体，图人家带出去有面子，图人家子宫，你图人家能给你生儿育女，能让你传宗接代，人家图你钱有什么不对吗？干啥不让人家图钱呀？你能图人家，人家不能图你呀？兄弟们，大龄剩女们卷起来了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卷也不是1天2天了，是吧？现在内卷，里3层外3层的卷，想不想成为下一个肉夹馍嘛？一个个天天口嗨，特别是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龄剩女，干啥不行，口嗨第1名，又是想嫁又是想嫁老公的了，又是真心想结婚的了，又是生育危机了，这些老套路听都听腻了，耳朵都不出茧吗？啊？我耳朵都磨出茧来了。但凡哪个大龄剩女真的想嫁人，这世上还会有大龄剩女吗？不早都早婚早育了吗？孩子都打酱油了，好不好？那扯淡，天天在那扯。老实人嘛也是真的是太单纯了，来个大龄剩女抹把鼻涕抹把泪，你就真信了。哎呀，可能她真的是想嫁人了，要不咱给她一个机会试试看。好，你去接近她，你去跟她表个白，你试试看。他绝对有100万个借口忽悠你，100万个理由拒绝你啊！来，不信你们慢慢去尝试一下啊！随便挑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大龄剩女试试看，看看你到时候肠子悔不悔青，哎，看看你到时候会不会变成翘嘴儿啊？知道不？我们当下的女性啊，就是把自己放下的太早了，知道吗？都觉得啊，年龄大了就把自己放弃的太早了。对，就是，知道吗？对，就是你们女孩子啊，一定不要因为自己的年纪而放弃。不要说因为自己年纪，女性的年龄就是因为年纪，青春就是本钱。你不会老吗，大哥？听我说，我告诉你，人谁都会老。是谁都会老，不要这样指着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谁都会老的嘞。但是有一点，人是分配人35岁左右，你这个是绝对会下滑的，你考虑清楚。男人是要不断的去学习，去提升自己修养的。难道女的不需要提升自己吗？不懂的，这么漂亮吗？不漂亮？漂亮不漂亮看骨头的，头型骨骼特征的呀。哦，那大爷说你不漂亮啊？我告诉你，她漂亮能保持一辈子吗？长相是父母给的，长相是父母给的，父母给的呀。全国不能宽裕。哎，颜值能保持一辈子吗？你觉得这个女嘉宾怎么样？还好啊啊！我哪一年的？我呀，35岁。35岁，他这个叫我37岁啊，你觉得还可以吗？不行。哪里不行呢？太矮了。你要找多高的呀？175嘛，至少。175，你自己多高？160。你160，你还想找175的？35岁了。啊，你觉得你要求高不高？不高吧，正常要求。你找男人的又是母猪配种的，你要求那么高干什么？刚刚好多人找我要微信，我都没给。你觉得你是长情还好啊？你那个30多岁了都要提水提电拉闸了，我觉得你应该早点将就去了。但是我觉得太矮了，至少175左右。至少175，还是对身高很有质量。对。那你觉得175他会找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吗？尤其是你这种我35也不大呀。35还不大？35就很大了吗？35说难听点，真的是黄土都埋半截了啊！平均如果年龄70岁的话，你35岁还是很大了。我35有车有房，月入2-3万，我很大吗？我自己都得养活自己。那你养活自己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不找男人呢？我就来逛一逛啊，看有缘的就可以啊。你还是想找个男人对不对？就逛啊，闲逛，有很优秀的可以啊。有找到优秀的吗？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有车有房，我有条件，我绝对不找同龄有车有房有条件的人。那只是你哈，因为我只能接受跟一个女人一起慢慢变老，我不接受相遇就是老。像你这种我也看不上，说实话。那你看得上谁？这里有入你眼的男人吗？我就来逛一逛啊，我生活中也有很多呀。你是想找男人才来这里，你不是来逛一逛，对吧？因为你年纪大了，你要求又高，同龄人你不接受，像这种同样跟你差不多年纪的，没车没房的，你看不上。那我有车有房，我觉得我也不找同龄人，你觉得呢？对啊，我35，我自己有车有房，月入2万，我要找个没车没房的，那我不如单着呀。
那我觉得你可以不结婚，就跟着车子。对，我可以不结婚，但是我不将就自己啊，就打死不将就。哎，不将就。那宁愿白菜扔在地里也不让猪来拱。不将就，反正。大龄女生不婚不育是留给别人最大的善良了。有些女生真的不适合结婚，就别跑出来去霍霍人了。今天下午见面的这一对啊，真的能活活的把人气个半死啊！结果就是前几天吧，来了一个男生呢是90年的173的净身高，大专学历，年薪15万，苏州有房有车的。男生长得呢还算是可以的。结果呢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女生呢比男生大了2岁，163的身高，大专学历，年薪10万。结果我把照片和资料给他们交换了一下呢，女生说还可以的，希望能见一面。这个男生呢天生可能就属于那种比较老实比较实在的，父母呢都是远在老家的这个农村的。这个男生呢在苏州待了好几年了，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脱单，爸妈也已经急坏了。结果这个女生虽然比他大一点呢，男生也能接受。于是呢男生屁颠的2个人约好了今天下午1点钟啊，在某个地方见面的。本来就是男生害怕迟到，就早的12点半啊，就已经打扮的好的，在某个地方等着这个女生了。如果这个女生你约好了1点钟你去不了的话，你就告诉男生你去不了就得了，你提前说一声也行，快到时间的时候说一声也行。结果不理人家，从头到尾不理人家，男生发信息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。男生说实在不行那就自己回来吧。结果呢女生就回了一句，哎呀不好意思，睡了个午觉忘了啊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，我收拾好了我就过去。结果呢又过了一会儿，女生又说呢她家里还有点别的事，让男生呢多等一会儿。你知道这个男生等了多长时间吗？整整的等了4个半小时，4个半小时啊，在这里耍傻子呢。你想见你就出去和人见一面，你不想见你就直接告诉人家回家，改天再见面也行。那么你到底是愿意和人见面还是不愿意和人见面呢？回来之后我直接告诉这个女生，如果说你是大龄的女生，你不愿意出来找对象，你不婚不育啊，我觉得你是留给这个男生最大的善良了。其实很多人说的很对，大龄的女生找对象啊，她的年龄大是她最小的一个短板。说实话，我奉劝屏幕前的男生们，你们找对象也要趁早啊，能找个年轻的就找个年轻的。